它的饭香，它的鸡饭很香。嗨，大家好，欢迎回到什么频道？是的，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 LLD 站，就知道今天又是到了我的 LLD 美食系列。那今天来到了 SS15， 我现在就在这一间巴厘大前面。那么今天来这里是要吃什么呢？就是要来吃有名的 Nasi Ayam SS15。为什么说有名的呢？相信大家在网上如果熟悉这一带的也应该有听过了哈，就是起初这一间店是以3块半鸡饭而出名，当时也造成了一些话题、一些轰动哈，就是大家想要3块半就可以吃一碟鸡饭，那大家当然就迫不及待，立刻跑来试一试。而我说有名呢，是因为后来他在4月开始就调整了价钱，不可以讲起价啦，我觉得他调整了价钱到5块钱了过后呢，那网上就很多人留言就说，哎呀，起价了啦，不值得吃了啦。但我在想，5块钱的鸡饭，只要是吃到饱的话，也没有所谓值不值得吃嘛。再加上我从他们 post 的一些照片来看，我觉得5块钱是这样子一碟鸡饭，应该是 OK 的。所以呢 ，anyway， 我讲过了，我们不要听网上人家讲的东西，看到图片想试，自己来试。所以今天我就以身作则，带大家去看一看。LLD 站那一边走过来，这一条 Jalan SS15/41，哎呦，可怜的路牌得罪了谁呀？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Omega 猪肉粉，旁边是非凡 Hot Pot， 这边往上直走，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间高人馆，我们现在就往那边去。那一个鸡饭档，那一个鸡饭店就在这边往上走就到了。讲到 SS15， 住苏邦的人肯定知道啊，这里简直就是美食天堂，或者可以说美食的兵家必争之地啊，到处都是美食。大家看，一转角对面就是这个北方面庄，然后隔2间阿木冰舍，然后刚才讲的非凡楼下就是 Texas 啊，这个 courtyard 里面还有其他的美食啦。好，继续往前走哈，来高人馆就在前面，我们再来看看。哦，还记得以前我在苏邦 Parade 开电脑店的时候，来这里打包午餐，最怕遇到星期3、星期6、星期天这边发财的地方。看，走多几间，又有 Nasi Kandar、Alisha Maju， 隔壁青山福建面。大家看哦，这里只是15/41罢了，只有一排有店，另外一排没有店，都已经这样多美食店了。要是你去4C、4D、4B， 每一条路2边都是美食，大家不懂这一区的，自己来看就知道了。好，那现在我们到了高人馆旁边，这间应该是 pub 啦。好，继续龙记咖喱鱼头，自再走就到了鱼丝居酒屋，然后隔壁 Three Blades Full， 这边又有一个 restaurant， 然后楼上有花店，再隔一间又有这个拉面馆，隔壁就是 Brew House 啦。过了 Brew House， 经过这一间贵生餐馆，前面转个弯就到了。所以贵生餐馆那一边过来一点点，楼上就是了啦。那么它就是在KFC 跟 Q Bistro 这边啦。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上去尝一尝，就从这个水果店的这个楼梯上去。果然，现在已经是5块钱了，打包是6块，营业时间8点半到9点半 ，every day。哦，太好了，是有冷气的嘞，哇，不错不错，冷气很凉。Hi, hello. I nak order itu ayam, nasi ayam, tu nasi ayam steam lah. Okay, 1, ya.
Itu saja. Bayar pakai Tashengo Sini buka tiap hari ya? Hari-hari buka. Oke. OK， thank you，thank you。所以他是拿号码，然后就等了，应该是等他叫号码。是的，来之前我有做一下功课，确实这边是他们鼓励我们吃饱了自己把盘碗收过来。热茶是1块钱。然后我有注意到就是它这一边，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餐区的但是这里就没有冷气。所以两边的楼梯口都可以上来的。是从4月2号开始，它是改了价钱，5块跟6块。近期我们发现部分客户自带的饭盒存在卫生问题，或不符合环保标准，这可能影响食品安全，所以在繁忙时段误拿他人的饭，造成不便。所以他说从2024年10月开始，停止接受自带饭盒的打包服务，我们会为您提供符合卫生环保标准的打包盒。很好，其实他们都有张贴啦，就是都有说明他们的一些客户提到的一些问题。Thank you，Thank you，OK，Thank you。我的好了。Nice， 看到是很吸引啊。ini apa ya? Kue pulut pisang. Kue pulut pisang. OK，Thank you。好了，那就找地方拍摄。我现在满头大汗，就坐这边了。好，开餐。第一印象，先说我对这间店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开心有冷气，因为大家知道我2楼店面走过来满身大汗，然后进到来有冷气，是很爽的一件事情。重点它的冷气很冷而且它的这样子的冷气的style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很少见这样子的。然后风扇也不错，风扇很多，它的风扇很密，几乎它每一格OK， 每一个区间头顶上都有一个风扇，然后灯光也很亮，所以整个环境进来就是当然不会讲给人家很宽阔，毕竟这里是2楼嘛，它的那个顶不会很高，但是整体来讲，干净，整齐 ，OK， 所以第一印象是好的，然后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插座。所以我在想是如果有学生来这边要用 laptop 要 charge 电话是很方便的，这个是一个加分。OK， 那饭呢？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我 order 之前我也会问他，我说那个鸡，因为我看到就是网上很多人 post 的照片几乎都是鸡胸肉，多数是鸡胸肉，而且我刚才在等的当儿，我看到也是大家都在吃的都是比较多鸡胸肉。那么我就问他，我说那个鸡是可以选的吗？是可以要求我要鸡腿盖鱼豆这样子的吗？他们说是不可以的啦，就是拿到什么就是什么。来，第一印象先吃它鸡。当然不是盖斗那种滑滑，也是偏是鸡胸肉啦，但是，因为应该是它的那个葱油吧，它的这个，它撒在上面所以大家看我什么都不吃，我先只是单单吃一块它的鸡，味道是好的，我还没有淋它的酱油跟点它的辣椒 ，OK， 味道是不错。口感当然，不要跟大家知道我很爱吃盖鱼豆就是不要跟我们吃那种大块盖鱼豆这样子比。如果不爱吃鸡胸肉的人或许会不喜欢，但是我不介意。我是觉得，凭良心讲，口感它不是说很有弹性的嚼劲，真的就是吃比较绵密的鸡胸肉的感觉，但是味道好，味道我喜欢。然后来试一口它的饭，它的饭香，它的鸡饭很香，
我刚才应该是有吃到它有淋在那个鸡上面的那个酱油，我吃一下旁边的，就是没有淋到酱油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试呢？因为很难得哎。我必须说哦，我很少，不要讲很少，不容易吃到这样有香味的鸡饭。我说它的饭，哎，不错，大家看，不知不觉我连吃了3口，哎，它的饭很可以耶。就是讲说哈，我当然拍现在我不要加饭了。我在想说，要是如果加一个饭的话，不知道多少钱，忘了问。意思是讲说，大家看哦，好啦，我们先说它的争议嘛。大家讲哇，之前3块半，连3块半的时候都有争议。我为什么会说争议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次这一种卖到很便宜的东西的时候哈，就是大家都会讲啊，卖得这样便宜，不会好吃到哪里去的啦，分量很少啦，噱头罢了啦。但 OK， 毕竟我3块半的时候我没来吃过，我不知道它的分量跟现在5块钱一不一样。但是我现在是以5块钱来讲的话，5块我就想象嘛，外面平时我吃鸡饭，叉烧鸡或者是鸡或者是加饭，燒肉雞，大概10块钱，对吗？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去到11块了，如果加饭。那我在想说，如果我5块钱，我叫2碟，就是2个饭，按摩啦。然后它的鸡，我在想它的鸡的分量比起外面也差不多哎，也差不多。大家看它的鸡的分量，也这样说10块钱这样吃，哎，不过分啊。分别就是在外面，或许你可以特别 order 叉烧、烧肉，甚至是你可以 order 盖鱼斗、鸡腿，这边是不可以啦。这边就是基本上可能你是在吃鸡胸肉，但是以它的鸡的味道，它的饭的香味，就是要吃一个好吃的鸡饭，10块钱的话，我会倒回来的。应该这样讲，我是会因为想念它的饭好吃而倒回来的。老实说，我来之前，因为看到网上的一些评语，我没有抱太高的期待，尤其是很多人说3块半还好，5块钱不值得吃。其实我觉得没有这样过分啊，这样子5块钱便宜吧，至少绝对不会贵，是值得的。OK。它的辣椒，大家看它的辣椒哦，它给我的感觉，它应该是属于本拉酱辣椒那一类的。抱歉，我不是很会，我 not sure。它的那个辣椒的籽的那个粒很明显，很大颗，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它的辣椒，我觉得会很好吃。我这样子试啊，希望不要太辣啊。我喜欢。它不会太酸，它的那个辣椒籽咬下去也不会说口感不好。重点又来了，哇，享受，它的辣椒的呛辣我喜欢，好吃好吃。点那个鸡，它辣椒很可以，就像我评那些马布罗韩度，我说嘛，可能它的那个炸鸡不是很合我胃口，它的其他的一些鸡啊，它的那个肉卷啊，我不是说非常喜欢，但是它的 basic， 它的饭是香的，它的干贡好吃，它的三包好吃。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那个 dish， 你的基本功那个要做好。所以像这个，我必须说，以鸡饭来讲，它的饭是
合格的，或者应该说是很好的。我在想，煮饭的会不会是海南人呢？来，我试一下它的酱油。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观察到我看到对面坐的那一个人，他一坐下来，是不是他立刻拿他的那个酱油，整个这样子淋在他的饭上面，淋到完呢？那我在想，会不会咸呢？当然，这种是鸡饭酱油啦，但是试一下，这样子喝还是咸啊，所以淋一点在鸡上面，真的要淋它酱油，整个味道是提升很多的。虽然它的饭本来就很香的，但是加上这个酱油是更香。可以啦，我不是业配，我不是来打广告，但是5块钱吃这样子的鸡饭，还有的咸咩？就好像我讲如果我要吃到饱，2盘10块钱，饭又好吃，鸡又不错，辣椒一流，辣椒。试一下它的这个，不错，很香的香蕉的味道。当然是偏冷的啦，它不是那种烧烧的炸的那种味道，它不是有那种炸的香气，但是就好像是吃饭后给的饼这样子，甜甜。软软，香蕉的香味。我特地选在午餐的时间来为什么我用特地呢？大家知道平时我会 prefer 早一点去拍，那么可能不是很多人的时候，不会太嘈杂，我容易拍，也容易找这种角落的位置。可是我说我会特地选午餐时间，是因为我很好奇，就是如果大家都说他起了5块钱了，不值得来吃，那么他的生意会不会受影响？据我所知，他3块半的时候是很好生意的，后来5块钱，我看大家的留言讲不值得吃就3块半比较值得吃，所以我就在想，他起了5块钱了过后会不会影响他的生意？现在大概是1点，接近1点半，我刚才来的时候是1点嘛，老实说不是很多人，所以我会觉得，今天星期五，I don't know， 这一边星期五应该没有影响吧？所以以我看来讲的话，他这样子做3块半，以做生意的角度我可以理解，最初开张3块半。你可以讲是一种策略，一种广告策略，对吧？3块半的鸡饭，而且又好吃，那么我相信绝对会吸引很多人，好奇的也好，或者是学生，毕竟 SF15 嘛 ，OK，college 就在附近罢了。然后3块半来到，环境又不差，冷气够冷，热天要吃午餐，坐在这边，然后又可以 charge laptop， 又可以做功课，可以看书。我会认为生意应该是会很好才对，可以讲你现在午餐时间这样子的人潮，可能大概是，我相信大概做了28%的人罢了，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我指的可惜是，我不知道会很多人因为网上看的一些评语而没有来，又或者是在 SF15 这边太多东西吃了啦，大家真的知道 SF15。你要在那边做吃，你稍微你的那个 quality， 你的那个价格，你的那个 variety 不够，不能够跟人家比的话，你真的很容易被淘汰。所以 anyway 这一边，我觉得I wish them good luck。我会觉得以5块钱这样子做，最起码我觉得
如果要省钱的打工一族跟学生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才对。还是那一句，它不差，它的饭很好吃。好，其实刚才讲了那么多，也算是已经总结了啦。那最后也是再稍微正式的再说一下 ，overall SF15 这一区，要讲要来找吃的话 ，LRT 走过来，一路上，我相信只是顺着一条路走，至少你都经过10多，可能会接近20间的那个餐饮的店，所以你要选好吃不好吃。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个人的口味，绝对是可以选到一间他喜欢的。可是同样的，如果你硬要评SF15的东西好吃还是不好吃，我觉得很多网友如果说一概而论都说啊这间好吃那间不好吃，我觉得也是太过不公平了。毕竟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SF15这一边有太多东西了。那么今天这个是我来这一区的第一间。那我相信以 SF15来讲，我不可能只来一次。其实上一次那个Nasi Lemak Burung Hantu已经是叫做第一次，可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尝试拍美食类的，所以那一个也不算是我的LRT、MRT 系列。所以这一次是我的正式以这一个系列第一次来 SF15这边拍。然后一路上刚才走过，看到很多的店都是蛮吸引的，我都有想进去一试的冲动。所以有机会希望可以再套回来 SF15这一边。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来吃过这一间的，你们有什么评语、什么感想，欢迎在底下留言。那 SF15这一边，如果大家熟悉这一区的，还有什么好吃想推荐我一定要去试的，想看我去拍的那也请欢迎在底下留言推荐我一下。好，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好，既然说了 SF15是那么夸张的美食区，那么走回去 LRT Station 的路呢，我就从这一个15-4C 这条路往 LRT 站走。那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单是这一条路又有多少的美食了。Let's go， 这里就是 Q Bistro、Nasi Kandar。然后 KFC 啦，好，我们就往LRT 站走。MK Banana Leaf Restaurant， 麻辣客栈，正对面 Spa Chicken 温泉鸡饭。其实这边晚上也是一堆 pub 跟 bistro 了哈。District 也是。Restaurant bar 有 live music， 隔壁 Soi 55 Thai Kitchen， Jang Sa Jang 韩国餐厅， Warung Pojok 印尼餐， Asli Indonesian Cuisine， Biho Restaurant Steamboat Pulau Ketam， 老街坊白咖啡，千岁Japanese Restaurant， Bangkok 咖喱鱼头 ，128 Thai，One to Eat 大家看到吗？只是短短的一段路，就已经那么多间美食了。继续 Hotzilla， 很可爱的 logo Egg Bite， 应该是没有营业了，对吗 ？Not sure。Daddy and Co， 顺便说一下。在这一边的这个巷口穿过去，大家看到吗？有一间 GG Coffee，GG Coffee 的旁边后面那边再穿过去，就到了Nasi Lemak Burung Hantu。LRT站就在前面了，我们走完这一条街，冰树、糖水 ，Half Sugarism 半糖主义，又是印尼餐。Kabita Bakehouse， Ido Cafe， 还是 Ido， 又有一间 Restaurant and Bar， 外婆家中餐馆 ，Beef Bowl， 时光咖啡店
Mona Lisa Chick Cafe The Pink Elephant， 哇，很显眼的一间店，泰国餐。所以大家看哦，一路上看来蛮多泰国餐跟 bar、bistro 那一类的餐厅。这边还有一间 Restaurant Al Shamia， 看每一间都是绞肉间。阿里木都dan Ahok， 在这个阿里木都dan Ahok 的正背面呢，也就是 LRT 站的正前面，又有一间很大间的大家美食中心。为什么说很大间呢？是3间店连在一起的。OK， 好了，我们回到布里达了。今天就向大家介绍这2条街的美食了，还有很多条街 SF15， 到时候有机会再带回来慢慢推荐给大家。那LRT 站就在前面。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